好，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2个部分哈，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常常很多书、很多亲子课程教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教我们怎么样帮孩子选幼稚园啦、食物各方面啦。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社会或是书籍很少教我们如何应付年老的双亲？可是社会上大多数的痛苦，包括各位在内，你们很多部分都是不知道如何跟年老的双亲相处。真的，社会上也很少告诉我们这件事。所以香港那个同学，他是有一本书要在香港出版，他讲了9个案例，就是9个年轻人、成年人，当面对衰老的父母亲的时候，他怎么去因应，然后教导这些年轻人如何改变自己的信念。好，那我帮这本书写完序之后，我觉得很好，我就请我们出版社跟那个作者讲，我说赛事文化我也想帮他在台湾出这本书，那后来就交给他们去联络了。好，那因为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就是怎么样跟年老的父母亲的相处嘛，哈，那我也借由请我爸爸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心理的感受了哈。那其实我这几年有一个心理的感受，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这个回首看一下自己的父母亲，那发现他们老了。好，所以像昨天嘛哈，昨天我就陪我爸爸去钓鱼，但其实像好像是他陪我去钓鱼了哈。我就问我爸爸一句话哈，就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这个好像突然老得很快啦？那我爸爸是回答我说，好像自从因为他以前在中台禅寺在当志工嘛，那好像离开中台禅寺之后，跟他讲无一个代志通好做，感觉讲生活开始变得真无聊，感觉无一个价值的物件，有无？会感觉无？就是一直老去头毛嘛一直白去做代志拢无共款就对啦。生活足无聊。好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吼，那即马你想讲，若互你去做啥物代志，你会感觉讲家己搁较有价值出来？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即马都无啥物都是只要钓鱼尔。比如讲，若有啥物代志，你有法度去做，你感觉讲，搁转去中台做义工啦，是去，因为咱即马花莲赛事村遐要起嘛，比如讲嘛，你有想遐嘛要开一口鱼池嘛？好最近子涵搁看一块地，差不多8分外，我要做一个农场。你有想讲去遐来指导因安怎来，比如讲种番麦啦、种番薯啦，是即马咱赛事村要起嘛？有要迄个所在做总干工无？有安尼想无？无想。是安怎？无想。算讲已经老边咧等伊老啦。咱即马行动阁无方便，行路嘛无方便，起悬爬悬路行拢无方便。你施工就好你指挥就好水就好你会感觉若年纪愈来愈老，愈无法度行，愈来愈退化，会惊无？我袂惊。骗人一定会惊。袂惊。一定会惊。本来就袂惊。是安怎袂惊？解释我听。算讲人本来出世到老，就是拢好好的你要安怎变化，安怎来，算讲不管你医生来甲你医也好，无医生医也好，拢是注定啦。你要死咧外口，还是要死咧地方？因为其实做人免讲。因为昨天我也其实不知道怎么跟我爸爸谈这个话题，我就先用我妈妈当例子。好，所以昨天我就用这个话题跟我爸爸讲，我讲母啊，跟他最近真烦恼的身体出问题，所以我咧想伊可能愈来愈烦恼，家己的身体有一天会无路用去无？若一天身体若无路用去就要面对来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个部分。我敢若发现到，阮母对这个部分会开始惊，会紧张。我用这个话题来切入，因为我想我爸爸应该也会，但是男人总是不容易去面对这一块啦。
你想讲恁某会惊，无惊讲身体退化去？你会惊？会惊吼，啊，我对我来讲吼，这是因为人生我看足多。安怎讲？世间吼，我这代志，我来讲正经的啊，这是无所不有啦，吼，百种，人讲自有理，自有百有人，这是事实啦，吼，啊，你这免恐怖，人一定爱行这条路。你恐怖要创啥？你加恐怖，你是加烦恼的嘛？哦，啊，就时到时长啦，无你才会自然时长啦。可能吼，其实也不一定是父母亲会害怕，也许是我们害怕失去他们，对吧？可能不是恁惊，是我惊，我惊讲大一天你若無伫啊，我要安怎？无人教我白鱼狗啊，啊，无人教我安怎钓鱼啊，对吧？你即摆会晓啊？你昨伊打假。我昨已经传互伊啊。系啊，这是事实啊，因为吼，人讲，你拢唔免惊啦，你惊嘛无路用，啊，反正这条路就是一定爱行就对啦，迄就难免嘛，吼，啊，你就好好来上课，好好来上课，好好做你的代志就对啦，哦，啊，你了解啦？哎，我了解。好，谢谢你，请你。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心情哈，也想跟大家分享哈，因为在我们社会上，那我也看过很多的个案哈，那常常我们会把跟这个年老的父母亲的相处，有时候当作是我们的一种痛苦跟负担。那甚至如果一个爸爸妈妈生了很多孩子，那我们在门诊也常常看到不管是妯娌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经常为了这个照顾父母亲而起很多的这个冲突跟这个争执。那昨天在前几天在校订这本书的时候，或者我之前的心情其实也会对我哥哥有点不满。好，那以前的不满是自己会这样想说，哎，父母亲年纪这么大了，那你怎么可以去出家？而且出家又跑到美国去，好，然后当父母亲面临衰老也好，面临身心的变化，或是如果有一天父母亲面临了要往生，或要对不起，或要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走这些阶段？多的家庭其实比较是把年纪大的父母亲或是公公婆婆当作是一个生命中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负担跟压力。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观念是错的，是错的。好，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把跟年老的父母亲的相处当作是一个生命的礼物，当作是一个在我们学习身心灵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学习，跟对我们自己身心灵的一种成长。那当我们能够转变这个观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未来我们的社会在照顾所谓老年的人，或是每一个成年人，当在跟父母亲相处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态会改变。好像我跟大家讲，我在校订的那本书，好，他其实很少提到怎么要父母亲去改变，他比较提到的是成年人如何转变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把对父母亲的照顾或相处的部分当成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或是好像很多兄弟姐妹或妯娌啦、媳妇，好像每个人要你要订婚啦，你要嫁搞，还是说跟年老的父母亲相处是一种痛苦跟压力？因为我知道很多年轻人、成年人是不知道怎么跟年老的父母亲相处。像今天门诊也是有个个案在讲，说他的这个妈妈每天就在抱怨这个外佣翻他的东西，好，就说他的外佣会偷东西。那后来我就跟这个妈妈这个学员讲说，你妈妈应该有
找这个老人痴呆的问题了。因为老人痴呆很多的第一个现象是开始怀疑人家偷他东西，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么跟你的年老的父母亲相处，你就会试着去看到对人性的不信任，而并不是你的妈妈得了老人痴呆，而是借由你妈妈的对人性的不信任的浮现出来，来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对人性的信任？好，所以我希望帮助大家的是，把所有对年老父母亲的相处的所有的烦恼跟痛苦跟压力，转变成你们身心灵成长的一个，甚至是快乐的泉源。好，所以比如说在对我哥哥的一个心态有一个转变，就在于我开始不觉得他是在逃避他的压力了，我开始觉得他失去了他的福气。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在身心灵的学习里面，把跟年老的父母亲甚至公婆的相处变成是我们的福气，甚至借由以跟父母亲的相处变成我们成长的教材，那么你的生命会完全改变。你的生命会完全改变，你不会觉得是负担。好，之前我讲过，我们有一个100万 CD 嘛，叫老年也是一种黄金岁月，对不对？好，那也许未来会跟大家上另外一堂课，就是跟老年人的相处也可以是我们的黄金岁月。好，因为我们以前过，我现在在想，怎么样透过身心灵的观念，把我们跟年长的父母亲的相处变成无上的一个生命的喜悦的一个根源。好，并不是不断的去顺从他，然后心里受委屈，也不是用传统的孝道来压住自己，那对父母亲并没有帮助。好，所以我想到的是，当我们在身心灵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如何把它变成是一个，比如说跟你们父母亲的相处，各位，你能不能把它变成用来检视你的信念？跟你的父母亲的相处，你们能不能像照镜子一样，去看到你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或是了解到你的成长过程的所有的一切的你要学习跟面对的？因为当你看到你年长的父母亲，各位，也许那就是你未来30年后的样子啊，也许那就是你内在很多的潜意识的信念没有处理的部分。好，所以以前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是，当我们自己变老的时候，我们如何不要变成一个老高端、老够劲，对吧？因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我也想帮助我们所有的学员，好，把你们跟年老父母亲的相处变成你们身心灵的黄金岁月，变成你跟年老的父母亲、年老的长辈的相处，不是你们的压力，也不是你们的负担，也不是你们的痛苦，甚至是你们的成长的无上的一个教材，好不好？